家好，欢迎再次收看我的影片。在我的上一个影片呢，我有提到了5种会出现在我们护肤品里的有害成分，就是 paraben、fragrance、SLS、SLES、Tablet 和 PEG。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我的这个影片的话，你可以在我的 attach link 那边按进去观看。今天我会分享的是另外5种会出现在我们护肤品里的有害成分，所以已经是来到了第6个成分了，就是 formaldehyde。formaldehyde 大部分时候都是用作为防腐剂，它通常会加在我们的洗发液、宝宝的沐浴露、hair gel、指甲油等等的。同时它也可以加进 nail hardener 里面呢，作为强化指甲的成分。nail hardener 我猜美甲师或平时都有在做美甲的人呢，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它涂在我们的指甲上呢，可以防止我们的指甲容易裂开。作为个人护理的防腐剂呢，它可以用的分量会比较低，最高限度是 0.28%。用于口腔卫生，比如说漱口水，允许的最高浓度呢只是 0.18% 而已。如果是用在 nail hardener formaldehyde 可以使用的浓度最高可以去到 5%。除了可以直接加 formaldehyde 进产品里面当做防腐剂，制造商还可以选择其他那种会释放 formaldehyde 的防腐剂，我们叫 formaldehyde releasing preservative， 简称 FRP。我这里列出来的呢都是 FRP 的成分名称，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名字呢完完全全没有 formaldehyde 这一个字眼的，可是呢它们都有释放 formaldehyde 的特性，所以有时候如果厂商用的防腐剂都是这一些成分，可能你就不知道这个产品其实是有 formaldehyde 的存在的，因为他们用的防腐剂不是 formaldehyde 本人，而是会释放 formaldehyde 的化学物。它们的特性是会在产品中随着时间慢慢一点一点的释放出 formaldehyde， 这个其实可以防止我们的皮肤容易过敏。如果你不想要你用的产品里面有包含 formaldehyde 释放物质的成分，你必须仔细检查产品的成分标签，看看有没有我这里列出来的成分。因为 FRP 它会慢慢一点一点的释放出 formaldehyde， 所以如果你的个人护理用品放置很久，甚至是过期了，你最好就是丢掉不要用了，因为 formaldehyde 在里面的成分呢可能会累积到很高了。还有尽量不要把这些含有会释放 formaldehyde 成分的产品呢曝晒在阳光下或靠近热的地方，比如说厨房啊、车上这些的。因为当遇到热时 formaldehyde 的释放会更加的多，更加的快。还有 formaldehyde 这个成分很容易造成皮肤的过敏，所以如果你的皮肤是属于敏感性的，最好是避免使用。而且已经有足够的证明 formaldehyde 是致癌物，长期的暴露去这个成分会引起鼻咽癌和白血病，所以我真的强烈的建议你们真的要少用 formaldehyde 成分的产品。第7个我们要看的呢是 oxybenzone。oxybenzone 是许多防晒产品中主要的成分。防晒品有分2种，一种是物理性防晒，一种是化学性防晒。物理性防晒在我们的皮肤表层呢会好像镜子一样把紫外线直接反射回去，化学性防晒呢是会吸掉紫外线，然后进行一些化学反应再释放掉。oxybenzone 是属于化学性防晒的一种。在这么多种的防晒成分里面呢， oxybenzone 是最搞事的那个。它在2014年时被美国接触性皮炎协会 ACDS 评为年度最佳过敏源，它是引起皮肤过敏性反应的最大犯罪者之一。同时oxybenzone 会被我们的皮肤吸收，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细胞造成伤害，并导致皮肤癌。在实验室的研究显示，它是一种弱雌激素和具有强大的抗雄激素的作用。它可能会模仿雌激素，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的问题，并可能对生殖系统造成威胁。而且它跟男性精子数量少、男性不育以及男性和女性荷尔蒙相关的癌症呢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如果孕妇长期使用含有 oxybenzone 的防晒产品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女婴的出生体重偏低。我们的国家药物管理局 NPRA 有规定 oxybenzone 用在防晒品里的最高剂量呢是18%，而且包装上一定要注明产品含有 oxybenzone。所以下次如果你有去买防晒品的话，你可以注意看一下包装。还有，如果你们有去夏威夷和太平洋岛国帕劳，要注意一下，因为它那边是禁止使用含有 oxybenzone 的防晒产品的。他们出了这个条例是为了避免 oxybenzone 导致珊瑚白化和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其实除了防晒霜，平时我们还可以选择拿雨伞、
戴帽子等等的。不过如果真的是大热天在户外呢，涂一点防晒力强的化学防晒霜还是有必要的，毕竟紫外线的危害相比之下其实是更大一些。第8个常出现在我们护肤品里的是 diethanolamine， 通常我们在成分标签上看到的呢都是它的简称 DEA。DEA 和其他跟它相关的物质呢，可以作为表面活化剂、发泡剂，也可以用来调节产品的酸性。DEA 本身呢很少用于产品中，它主要都是与其他物质结合并转换成一种比较稳定而且不容易分解的新物质。这里显示的呢都是 DEA 的兄弟姐妹们，也就是我们比较常在个人护理用品上看到的化合物成分。在动物的研究报告上，长期的口服 DEA 会对肝脏、肾脏、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也就是脑部、神经线这些有影响，也会导致动物的睾丸萎缩，精子的活动量和数量也减少。动物的皮肤接触 DEA 可能会被灼伤，如果接触到眼睛呢，可能会损害视力。NTP 的报告也指出 ，DEA 和皮肤的接触也会增加白老鼠的肝脏和肾脏肿瘤的发病率。虽然在动物的实验上发现 DEA 有很多危害，不过其实对人类的健康影响还是不确定的，更多的研究还在进行当中。目前这些有关成分都已经被 IARC 列为可能会对人类致癌的等级，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免使用到跟 DEA 有关的产品，你可以参考刚才的这一个 list。第9是 Triclosan。Triclosan 是一种添加到许多个人护理用品中的抗菌成分，它可以减少或防止产品被细菌、霉菌感染。它常被添加到一些抗菌肥皂、沐浴露、牙膏等等的产品中，它也可以在服装、厨具、家具和玩具中找到。在一些动物研究上，高剂量的 Triclosan 对某些甲状腺激素的降低有关，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对人类有没有影响。其他的研究也提出了，使用 Triclosan 呢可能使细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英文我们叫 antibiotic resistant， 也就是说长期使用 Triclosan 会让那些生存下来的细菌越来越强大。往后呢，我们需要更好、更 advanced antibiotic 才能把这些细菌杀掉。还有 Triclosan 一直以来呢都具有潜在的健康隐患。自从在人类的母乳、血液、尿液样本中检测到 Triclosan 后，大众开始关注 Triclosan 对健康的影响。在一些动物的研究也发现 Triclosan 呢具有抗雌激素和抗雄激素的特性，这意味着它有可能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荷尔蒙系统。还有其他正在进行的研究也在探讨 Triclosan 的安全性。一项研究调查了长期待在动物体内的 Triclosan 会导致皮肤癌的可能性，目前这个研究还没有完成的。还有就是以前的 Colgate Total 都是有添加 Triclosan 的，因为 Triclosan 它有很好的抗菌效果，可以有效的防止牙龈发炎。可是现在呢，他们已经用了其他的成分来代替 Triclosan， 实际的原因呢，他们也没有仔细的说明。所以经过了长达数十年审查 Triclosan 对于潜在的健康问题后， FDA 早在2016年时就裁定不再把 Triclosan 列为公认安全有效的级别了。最后一个是 Methyl isothiazolinone 和 Methyl chloroisothiazolinone， 它们的名字有一点难记，我们叫它们的简称 MIT 和 MCIT 就好了。它们通常都是合为一体使用，是在洗发液、沐浴露这些冲洗型的个人护理用品当中广泛使用的防腐剂，用来抑制产品中细菌的生长。不幸的是，研究表明它具有造成神经毒性的特性，这个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极大关注。在对于白老鼠的研究中，只是暴露于 MIT 10分钟就足以引起脑细胞损伤。进一步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神经发育过程中，低浓度的 MIT 会增加癫痫发作和视觉异常的风险。暴露于高度浓缩的 MIT 的老鼠呢，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包括明显的体重增加和死亡。这对于平时暴露于高浓度 MIT 的工厂工人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问题。另外，在 MIT 的体外细胞研究显示，当大脑皮层细胞暴露于 MIT 的时候，会出现神经毒性的迹象。除了会对神经系统产生毒性， MIT 和 MCIT 呢也被发现是个人护理用品当中2种最主要的过敏源。在一项临床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皮肤刺激最常发生在含有 MIT、MCIT 混合物或者只有 MCIT 成分的产品中，但在只是具有 MIT 的产品中其实并不常见。
由于跟皮肤的接触会导致过敏性皮肤，美国接触性皮炎协会 ACDS 将 MIT 评为2014年的年度过敏源。此外， EWG 也将 MIT 归类为皮肤敏感源和刺激性物质。通常厂商都会反驳说 MIT 和 MCIT 的使用浓度非常的低，而且通常用于冲洗型的产品中，其实减少了消费者对于化学物的接触。不过，如果你的皮肤是属于敏感性的，我建议你在购买产品时呢，还是要阅读标签和避免使用含有 MIT 和 MCIT 的产品。如果你的皮肤不过敏，以它用在产品的低剂量来说， MIT 和 MCIT 还是属于比较安全的防腐剂。况且，我们的国家医药管理局也有规定说 ，MIT 和 MCIT 只可以用在冲洗型的产品 ，Leave-on 的产品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在使用含有这些成分的产品时，要确定我们真的是完全清洗干净，避免那些成分残留在我们的皮肤上，造成一些副作用。最后，我要总结的是，其实每个在我们产品中的化学成分呢，就跟药物一样，使用小剂量都是有效安全的。试想想，如果我们用的产品呢都没有这些防腐剂、稳定剂、发泡剂、香精来支撑着，你的产品会是发霉、油水分离、有臭味，或者根本起不到清洁效果的。这样的产品你还会用吗？所以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呢找到平衡点。如果你是敏感性皮肤，你的身体有特殊状况的话，又或者你发现你每次在用某些产品时皮肤就会出状况，这样可能你真的需要多留意成分标签，最好避免使用特定的化学成分。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你可以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或者是想建议的，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